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打得焦头烂额之际，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却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指出，美国正在加强印太战区的兵力部署，以便能够随时应对该地区的军事冲突。那么，这个加强有多强呢？文章中援引了俄罗斯参议员奥尔加科维季季的观点。目前，美军印太指挥部部署有37.5万名人员，并且美国还在不断追加更多国防预算，用于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建设。好家伙，俄乌战争都打成这样了，也不耽误俄罗斯的参议员关心东亚地区的形势呀。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俄罗斯官媒发表如此拱火的文章，企图将世界关注点转移到东亚地区，究竟是因为看到了自身与美军的巨大军事差距，决定抽兵在远东地区加强军力部署，还是希望把东亚地区相关国家拉下水，替俄罗斯分担火力？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带大家看一下美军印太战区现如今究竟有多强。目前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主要由夏威夷基地群、关岛基地群、东北亚基地群、阿拉斯加基地群、东南亚基地群、欧洲基地群和拉丁美洲基地群等组成。在全世界至少74个国家中，部署有686处军事基地。不过在过去几年中，美军的战略重心正在调整。从2012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到2022年10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这10年中美军的战略重心不断指向东亚。例如近年来，美军严格控制在中东地区的干预行动，强行终止阿富汗反恐行动，进一步压缩驻菲美军规模，来重点保障印太战区的兵力需求。美军的全球军力部署逐步向印太倾斜。目前，美军已将约60%的海军舰船和海外战术航空兵资产部署到印太。印太战区已经成为美国军力部署的新中心。而在美军6大战区划分中，印太司令部的管辖范围最大，基本上包含了半个地球。在该地区中，美国在东亚及南亚有5个重要盟友，分别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其中，日本驻兵约有5.6万人，包括2个最为重要的军事基地，一个是横须贺海军基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也是美海军第7舰队司令部驻地；另一个是冲绳基地群，包括加手纳、那霸、普天间等10个空军基地，驻扎了美军海陆空和海军陆战队约2万多兵力。韩国的驻军约有2.6万多人。澳大利亚部署了约2500名海军陆战队，菲律宾部署了约500名军事人员轮换，泰国和新加坡各保留了100余人。除了在这些盟友国家驻军，美国在亚太地区还有自己的军事基地，例如关岛基地群，其中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被誉为太平洋上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是美军战略轰炸机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前进基地，总共驻扎了约7000名美国海军和空军人员。而再往东的夏威夷群岛基地群部署了约4.7万人，作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后勤和指挥中心。其中的珍珠港海军基地更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驻地。另外，美军在印度洋上还有一个迪戈加西亚基地，该基地扼守着印度洋，向西可虎视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向东则可震慑南海的马六甲海峡。仅就美国海军而言，有2大舰队部署在该地区，分别是太平洋西岸的第7舰队和驻扎印度洋地区的第5舰队。第7舰队的防区范围是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广大西太海域。进入该舰队防区的美军其他舰队的舰艇也受第7舰队指挥。该舰队司令部设在日本的横须贺港，驻地包括日本佐世保基地、冲绳基地和韩国釜山、浦项、镇海基地及新加坡等地，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前线投送部队，也是美国对外进行军事行动时的机动舰队。仅第7舰队就拥有包含1艘尼米兹级航母、1艘两栖攻击舰、3至4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18至20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以及护卫舰、5至6艘攻击型核潜艇、5至8艘登陆舰在内的60余艘水面战斗舰艇，外加各型扫雷舰艇和后勤保障船，总兵力达到6万人，实力不容小觑。第5舰队的主要作战区域西至非洲东岸，东至南海，是服务印太战区的侧翼辅助力量。
主要任务是防止敌对海军力量进入印度洋，从而保护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中东地区的绝对安全。第5舰队司令部设在巴林的贾法勒海军基地，人员和物资材料由太平洋舰队及大西洋舰队提供。下属编队以特混编组的形式作战，拥有9支特遣部队在内的大量作战兵力，分别执行夺取制海权、两栖登陆、扫雷作战、反潜等任务。作战力量包括1艘尼米兹级航母、3艘圣安东尼奥级船坞登陆舰、3艘黄蜂级两栖攻击舰、4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8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1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3艘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等等，总兵力仅次于第7舰队，达到5万人。单就海军而言，印太战区的美军力量就达到了10万人左右。而该地区一旦发生战争，司令部位于圣迭戈洛马角海军基地的第3舰队也将视情况判断是否前往支援。该舰队是美国海军中的最强战力，也是服务于印太地区的总预备队。下辖4艘尼米兹级航母、12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28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以及12艘滨海战斗舰在内的各型舰艇。其中超过半数的作战舰艇和支援舰艇都部署在东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珍珠港基地以及布雷默顿海军基地，主要用于在太平洋地区随时投送大量兵力威慑。这样一来，一旦印太地区爆发战争，对手国家将面对美军3支舰队总计6艘航母，外加200多艘各型战舰组成的作战力量。在保持现有军力优势的同时，美军还将 F-35 战机、福特号航母、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等最新型主战装备率先部署到印太。在加强兵力部署的同时，这2年美军还对西太平洋地区依托岛链、重兵前出的前沿威慑方式进行调整。为此，美军将去中心化思想引入作战体系，通过增加节点、分散功能等方式，打造广域分布、形散神聚的印太作战体系。从整体上来看，就是1线部队不断收缩后撤，2线部队不断充实加强。目前，美军已经从日本冲绳地区撤出了航空兵，例如在去年年底将加手纳空军基地的2个 F-15CD 中队撤回美国本土，而这些空缺则由日本自卫队进行填充。此外，还对驻扎在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整编，在2025年底组建滨海作战团。滨海作战团是美军为了满足大国竞争对抗需求，在复杂作战环境下执行多种任务的新型作战单位，随时保持高机动性、隐蔽性，保证其能在岛屿、海岸线和海峡等重要战略位置快速部署。为此，滨海作战团裁撤了大量的重型装备，完全取消 M1A2 坦克的配置。21个炮兵营裁撤到5个，18个 F-35中队中，每个中队的战机由16架缩减到10架，新增海上远征舰船截击系统，由联合轻型战术车发射海军打击导弹，保证对海面舰艇以及登陆作战时的火力覆盖。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 ANTPS-80 地面防空雷达负责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轻型两栖舰负责用于介入作战时的运兵能力。海军陆战队计划打造3个滨海作战团，全部部署于亚太地区，首个已于去年3月依托第3海军陆战团成立。根据美军计划，海军陆战队将依托驻冲绳的第4海军驻战团、第12海军驻战团，组建2个新型滨海作战团，分别于2025年至2026年、2027年至2030年完成，并且撤离冲绳的美军并没有被裁减，而是大部分部署到了关岛和澳大利亚。美军在关岛重启和扩建机场、港口、雷达站等军用基础设施，以加强军事力量。在此基础上，推进动态力量部署和分布式作战概念，将力量广泛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提升美军生存力和威慑力的同时，实现兵力分散、火力集中，达到战略上可预测、行动上不可预测的效果。为此，美国与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各国展开军事合作，扩充更多军事基地的使用权，构建多点散布弹性的基地网。
例如，在今年的2月2日，美国和菲律宾就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全面加速实施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在菲律宾战略地区指定4个新基地供美军使用，并完成协议中现有5个地点的项目建设。菲律宾正对南海，并与台湾隔巴士海相望，其关键的地理位置正是实施分布式作战概念的理想地域。一旦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提供给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将发挥重要作用，美军将能与台湾建立空中通道。除此之外，美军进一步增强夏威夷和关岛的战略枢纽作用，通过新建基地、扩建机场等一系列举措，升级夏威夷印太总部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功能，提升战区一体化指挥能力，将关岛打造成西太地区情报共享中心、兵力集结中心和后勤保障中心。2023年1月2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启用了关岛的布莱兹营基地，将于2024年12月接收从冲绳移驻的40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这是70年来美国新建的第一座海军陆战队基地，在政治意义上非同一般。同时，该基地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日本和台湾大致相等，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要地，还能与其他的美军基地遥相呼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除了海军陆战队外，美国空军也在天宁岛扩建机场，该岛位于关岛东北方向约160公里。新建的空军基地在去年2月开始动工，预计2025年底完工。该机场完成扩建后，将作为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备份，能够部署14架大型空中加油机，以便能让部署在关岛的美军5代机奔赴作战，并停留尽可能多的时间，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提供支持。此外，美国空军还重启了2战后废弃的关岛西北机场。该机场位于安德森基地西北方向，目前已能支持 F-35战机部署。这些措施将强化推进分布式打击和敏捷战斗部署，提高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生存力，并且按照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印太司令部还要建立一个联合作战总部，以评估未来作战所需的指挥和控制架构以及杀伤链，并进行作战推演、训练和演示。总体而言，美军在印太战区的综合兵力规模达到37万人，这并不是俄罗斯杞人忧天，而是实实在在的兵力部署。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美军在印太的军事实力能否碾压周边一切国家？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